上一节我给大家说了一下你到底适不适合自建房，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不可避免的谈到了部分的优缺点。因为从合不合适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可能说得很透彻。如果你看了上一期的视频，结合自己的条件，已经确定了你要试试自己的自建房，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把优点和缺点都细分出来，来聊透一点。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下去，各自去权衡一下其中的利弊，后面一定有你需要了解的那些自建房塌下去的坑和里面逃出来的宝。自己用心去建造自己的房子，到底是你的梦想家园，还是一条不归路？好说好说，我们马上开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众口难调。好说好说，大家好，我是好什么。和上期一样呢，我以下的内容都设置了一个前提，这次呢也不例外，那就是钱。我以下设计的所有的好处和坏处都是基于有限的预算之下。如果你足够有钱，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这里主要是说抛开了钱能解决的问题和那些有钱也不能解决的问题，说起来有点绕口。Anyway， 我还记得当时的初中的政治老师跟我们说过，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辩证统一的，自建房的好处和坏处也是辩证统一的说。产生的好处呢，也可以根据条件的变化可以相互转换，所以为了节约篇幅和不至于重复，都会先讲好处，然后呢就会转到事物美好的另一面去谈谈我的浅见，供大家参考。毕竟买房是大事，自建房这个中性词在你的眼中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这还得你听完了以后自己去拿捏，自己去度量了。这第一点呢，就是自建房的区域整体的环境会好一些。出现自建房的地方，普遍上来讲呢，都会是新开发的一片大地，会成为一片新的房子，甚至会出现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地区。这样会给你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将来这一片全都是会是新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大家都是喜新厌旧的。尤其是如果你所在的这片地是一个大开发商所有，会长期开发这个是一个大项目，比如说第2期啊、第3期啊这种。当年我买这块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 Stage 33。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往往他们一开始就会规划不少的绿地和公园，并且在房屋的外形的风格上会有一定的要求。这样呢，就会去让将来的潜在的客户初来乍到看地的时候，就会去留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以至于抓住这些客户。开发商希望一开始就可以有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且这个良好的环境是真实存在的，对于你来说是直接受益的。举个例子吧，这不像你去商场买东西，商场里的装饰再漂亮，购物环境再好，你买完了东西你就得离开，它就再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就住在这个商场里面，那它所在的大环境、装修啊、配套设施啊，那就和你息息相关喽。而且随着大批人口的涌入，这里又会吸引更多的商家。像我所在的这个摩拉宾的 Costco， 就是我们大概搬进来1年时间吧，就在我们附近开了新的分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近期涌入了大量的新的居民。附近的高速啊、公路扩宽啊，也都在不停的升级，这都是我住到这边来以后亲眼所见的。这些公共设施的升级，还有它们施展的空间。你像越靠近 city 的地方，这样的新的建筑或者扩展的空间都已经被堵死了。不管上一个什么小小的工程，都会是劳师动众，所以新的社区会很快的形成。并且呢，会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好了，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另一面，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的伴随。刚才说到了，为了整体环境呢，开发商会对整个社区的房子的外观有一定的要求，让来到这里的潜在客户眼前没有那种大眼睛的突兀感。那么这可能就是需要签合同的顾客你来承担的。比如说我房子的房地产开发商他就规定了，门脸的四周一定要有一定宽度的屋檐，不允许是一个三角形，然后直接下面去接一个矩形的房子。后来我了解到，一般的建筑规格呢是有3档可选，我们被规定的是这种最高级的，你的屋檐的宽度，还比如说门脸的水泥墙和裸砖的比率，还有那个 driveway 的那种样式和用料都有明确的规定啊。甚至在一些转角处的，就是 corner 处的房子，fence 就在马路上那种，那么呢这一部分街上的人看得见的地方，你都必须升级。其中这些升级的实用价值呢，我就先不谈了，有些确实是用不着的。我不完全否定它们存在的意义，但是很明显，聪明的你们也应该已经听出来，他们的这些规则规定都是集中在了门脸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别人从外面能够看到的地方。其实这明摆就是为了让整个小区看起来更高档，让视觉上有一定的统一性，这多少就会提高户主们的成本、建房成本，以及在某些地方的选择的面上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车库门的样式，他们就有规定，我们这个小区是它只允许那种横条形的。OK， 刚才提到的第2个好处的反面，因为它是一大片的新的地皮，这些地方呢往往都会离市区比较远，靠近 city 的地方都已经被抢光了，对吧？你想住好一点的大一点的房子，那就只能往远了搬。便利性这一点呢，我就不多说了。虽然配套设施会慢慢的跟上，但是多少呢还是需要一些时日。这一点我就一句话带过了，因为我不喜欢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自媒体，只说那些你愿意听到的，起码冲着这一点点个赞吧。OK， 言归正传，好说好说。第二点好处呢，一定是绝大多数的人想要自建房的原因，那就是在一定的规则之内，可以建成一个自己的准梦想家园。为什么说准呢？毕竟给你的选择还是有限度的，不是完全无限的，总归有一个大体的框架在那边，有一定的约束。我们建房子也得讲究一点科学和规律，对吧？说实话，可以给你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选择的多寡，这些我们后面还会涉及得到。你的选择可以小到水泥缝的颜色、橱柜台面的材料，还有浴缸、马桶盖的样式，大到整个家的结构 （floor plan）、房子的定点、前后。房屋的高度，而不像现成的新房，你可能整体呢都非常满意，但就是少一个女主人心仪的储物间而心存遗憾，或者是男主人发现房间的大门破坏了风水而忍痛扫兴。在你的地盘上，只要你是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耐心、足够有发现问题的这个慧眼，你就能一一的把它全部解决。不过呢，再返回来看我们开头的第一句话，预算也是前提之一，这个就不说了，提前太俗太 low。坏处呢也显而易见，很明显呢，你要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思考、去沟通，甚至还要一一的和建筑商确认。有选择恐惧症的你，可一定要记得吃药哦。其中呢，还有一些后期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家交完了房子以后，冷气还是暖气我忘记了，反正是专门有人过来给你调试、讲解用法和最后的验收签字。确实了，这个很负责，但无形当中又浪费了我大半天的时间。像我上期说的，敲定每一个物件或者是物件的用料啊、颜色啊、样式的同时，夫妻间经常因为意见的不合，谁也说服不了谁，吵架闹掰那是常有的事儿。当然我这里要说一句，一般的建筑商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套餐，就比如说你去麦当劳去点餐，对吧？一般人都会去选择 Big Mac Meal 或者是 Mac Chicken Meal。里面呢有薯条啊、酱汁啊、饮料都是配好的，不用你去一样一样的去挑选。它的主食、配菜、饮料都跟你已经配好，甚至理论上说这都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最佳配置。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套餐里的比如说可乐换成果汁或者是咖啡来凸显你的个性和特殊的要求。反正只要你不害怕浪费口水，去不厌其烦的跟这个售货员去交涉就 OK 了。说到这里呢，我的口呢都有点干了。可是后面还有好多想跟你们分享的经验还没讲完，好吧，我们一起努力。第三点，新的社区相似的人群比较集中，邻里之间呢更加和谐。我搬家过来以后就发现了，住在我们周围的人的年纪和我都差不多，因为买新房的人呢，大多都是结婚不久的年轻的家庭，或者是孩子慢慢的长大，需要改善一点居住的条件的这种稍微年长一点的中年人。很少像以前学生的时候租房子，身边有很多的当地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我以前租房的时候，就是在一个 townhouse 旁边就有2家都是老太太，一大早就起来，扫院子，咔咔咔的。烦了，而且也几乎见不到有租房子的学生，或者说是20岁左右的那种年轻人，不至于这种怎么讲鱼龙混杂。即使这个年纪的人呢，他们的身份也都还是在这边的父母的身边的孩子，所以整个社区呢似乎多了一份这种安全，莫名的安全。其实想想，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再小的呢，也还没有到买房的这种刚需的时候，然后再老一点的人呢，也都不会去自己去折腾，自己去自建房啊，甚至有些老人可能会倾向再稍微小一点的房子。所以顺着这个逻辑，身边都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邻居，而且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刚才提到的房子的类型，相对于越靠近 city 的那种比较固化、比较单一，所以这边的收入的水平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和自己像的人住在一起总会舒服一些。其实这点挺好的，我想不出什么不是太好的地方。只能说因为适婚适孕的年龄，可能小孩太多了，那些公共设施只要天气好的时候，就都是小孩叽叽喳喳的天堂。甚至我其实也有一个5岁的女儿，也算是受益者之一了。但是我想想，如果你不属于这一趴的话，可能是不是会觉得这些公共设施你玩不到，你会觉得有点亏了。但总体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房子已经自动的以某种形式的标准把我们已经分好类了。而且像这次疫情期间，因为华人这片也挺多的，像什么团购啊，那是一批一批的，往往都是你出去一次，拐个3到4个邻居家去，挨个的拿东西。邻居们也都说，虽然腿脚是不能出户的，但是口舌却可以尝遍墨尔本的大小美食。因为在这个小区大家都是吃货，团购代购，因为相同的人群都有着相同的需求，而产生这个让这个小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可以提高，挺好。简单的说了几点，那我肯定呢这个远远不够你一起去听的，而且我也知道这几点都是围绕着在一大片新的区域建一个新的社区的前提下，对于零散的地皮上盖新房子
可能不是太适用，所以呢，我下一期就会来说一说整个自建房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来穿插的讲一些自建房的好处和坏处，会更有的放矢和更有一点条理性吧。比如说我刚刚想到的澳洲普遍标准的那种自建房，都算是交了房以后，还有很多工程是需要你自己额外去做的。比如说前后院的建设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买新房呢，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基本都是拎包入住。其实这个就属于整个自建房的流程的这个本身的问题。那我们下一期就好好 Q 一 Q 流程吧。所以请你点击订阅关注，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下一期的节目了。好了，我们先总结一下。第一呢，新房、新地、新环境是好，但呢自己要受约束，享受它的同时，你也要有责任和义务。第二，新房、新家、新家具，那你就得耗时、耗力、耗感情的去做选择，去做妥协，去做取舍，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第三，新房、新地来的都是你意气相投的新邻居，整个社区氛围真的是很好。求同存异，好说好说，我是好什么，我们下期见，拜拜。